非有消息，8月12日，新加坡航空在一些媒体上又闹出一件大新闻。他家的一架波音787客机在东京成田机场降落时出现意外，于是在波音787这些关键词的叠加下，热度可想而知。波音飞机发动机冒黑烟，新航波音客机在日本成田机场着陆后发动机冒烟，致跑道一度关闭等等。有飞友问我们，这是真的吗？今天咱们就来简单聊一聊。发动机冒黑烟致跑道一度关闭当然不是事实，飞机并非只有发动机才会冒烟。新航当天已经澄清是刹车问题，也就是说冒烟的不是发动机而是轮胎。这架客机的注册号是 9V-SCD， 机型是波音787-10，当时飞机上载有260名乘客和16名机组成员，在成田机场的16左跑道，也就是那条著名的瘸腿跑道上降落，落地后停在了跑道中央。根据报道，新航这架787飞机的轮胎部位产生了大量的浓烟，成田机场出动了约20辆消防车，跑道因此被迫关闭50分钟。但后来这架飞机并无大碍，在更换一条轮胎后返回了新加坡基地，回程航班只晚点了2个小时左右，如果是发动机故障的话，恐怕不会这么快。只更换一条轮胎就解决了问题，也说明不是整个起落架系统的问题。起落架是飞机上仅次于发动机的第2重要系统，与安全息息相关，因为它每次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，一旦它说顶不住，那可就坏菜了。而且它还要周而复始的在每次冲击中完美动作。也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，所以在设计制造、维护修理都有很多的规定，故障其实也没那么多。但是轮胎发生的问题就要常见一些，比如紧急刹车导致所有轮胎爆裂，偶尔也会有全部轮胎紧急放气以辅助制动的新闻，但本次应该是单独轮胎的问题，换了就好了。根据飞行跟踪软件的记录，这架 9V-SCD 号波音787-10客机在当天回到新加坡之后，后续又陆续执行了大阪、关西和巴厘岛登巴萨等地的航班，目前一切正常。8月13日，波音公司确实发布了一则关于波音787起落架的适航指令，要求尽快对牵引飞机的4组连杆组件进行探伤检查，否则可能有方向失控的危险。不过该适航指令与新航飞机冒烟并无关联，这则指令说的是前轮，而新航飞机是左侧主轮之一起火。实际上这类 AD 指令多得很，咱们之前说过，航空业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相当紧密的行业，飞机从设计制造出厂就伴随着各类适航指令、技术通报的不断完善，甚至是贯穿飞机寿命的全过程。所以这次只是一条轮胎出问题，并非发动机冒烟，只是一起普通的故障，和川大发动机毛病太多和波音787问题重重也没有关系。还是那句话，想要了解真实的民航信息，多来我们这里看看吧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